你如果做加密交易时间很久，那么一定见过这种画面。一根很暴力的一根 K 线，直接打掉你所有的止损，不管是多头还是空头，全部给你扫干净。结果你的止损刚被打掉，价格下一秒又立马反转，直接又向最开始的方向跌下去。就像这里的 K 线，前一秒一根多头的 K 线直接打上来，扫掉你手上的空单，后一秒直接又跌下来，扫掉很多人的一个多单。那这种行情呢，不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技术很差，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懂这个市场它到底真正发生了什么。其实这种插针反转的行情，大多数时候呢，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买卖，而是一个爆仓的这么一个行为，让市场上很多用户的一个仓位被强制平仓。问题在于普通的图表是根本看不到爆仓真正发生的一个位置的，更不知道这次爆仓有没有大到足以推动趋势的一个反转，我们是否要按原趋势来进行一个交易。那这些都不知道，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指标，它存在的一个意义。这个指标叫 Liquidation Reversal Signals。我们接下来到图表来添加一下这个指标，我们点击上方的这个指标按钮，在这个指标的搜索栏里面搜索这一个指标，这里把它添加到图表上面，把这个关掉。我们接下来就看得到我们的 K 线图上面就多了这样子一个指标。包括出现了一些绿色的箭头或者是红色的箭头，以及绿色的区域和红色的区域。有一些 K 线的上方呢，会有这样子一些小的红点或者是绿点。当然，这个指标它并不是去帮我们去猜哪里是顶或者是哪里是底，它而是用两件事来确认了一个事实，就是市场刚刚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清算，而且趋势已经站在被清算者的一个对立面。这个指标它的核心有3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爆仓的一个原点。我们可以从 K 线图上方可以看得到，有的 K 线下方它会有这种红点，有的 K 线上方有这种绿点。那这些红点和绿点就是代表了当前 K 线的一个爆仓行为。如果这个原点发生在 K 线的上方，那就代表空头被爆仓出局。如果原点出现在 K 线的一个下方，就代表多头被强制性平仓了，并且原点它也会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区分，有的原点很亮一点，有的原点稍微暗一点。原点越亮呢，就说明成交量越偏离正常的一个水平，在该处的一个爆仓它就越集中，这就是关于原点的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这种红色的区域或者是绿色的区域，这就跟那个 Super Trend 就是超级趋势里面它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它就是显示趋势的一个区域。这种绿色的就代表多头趋势，而红色的部分呢就代表空头趋势。所以我们来再往前面翻一翻，我们可以看得到这前方呢有很多这种红色的区域或者是绿色的区域，但是呢有的地方它并没有显示到底是属于红色的区域还是绿色的区域，那这个就代表市场它处于一种综合的一个状态。当然它这里面也会有上涨或者下跌，那这种红色的区域和绿色的区域它只是会告诉我们当前的区域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控制方向代表是哪一方。比如说红色的区域就代表是当前这一个区域是由空头它所控制的，而绿色的区域呢就代表这一个阶段它是由多头它所控制的。这个区域的一个显示呢，它仅仅是告诉我们当前状态到底是由哪一边在控制这个市场。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再看到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它就是只有当爆仓出现之后，这种趋势带红色区域和绿色区域它才会发生一个翻转，并且指标才会给出相应的一个箭头。比如说这里是红色的一个箭头，而这里呢就是一个绿色的箭头。这里有一个核心我们一定要记住，爆仓的本身并不是我们要入场的一个信号，而这种趋势的反转才是我们进场的理由之一。当然这个指标呢，它并不是说很简单的看哪一根 K 线它是最大，它用的是一个统计的方法，判断一波成交量到底有多不正常。当成交量远远偏离常态，并且趋势随后发生了改变，这一次的插针就是上涨立马反转，它并不是一个噪音，而是一场真正的一个多空清算强制平仓出局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利用这一个指标来进行入场去做多或者是做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多的一个场景。做多的场景呢，第一，它市场要处于一个下跌的趋势，就是我们的趋势带是红色的，比如说这一个阶段的是一个红色。第二个，出现了一根向下暴跌的 K 线，比如说这一根 K 线，
同时 K 线的下方会出现明亮的一个圆点，像这里，那就说明这里是多头被集中爆仓。即便是这里它爆仓了之后，我们也不能进场立马做多，而是我们要等待一个明显的一个信号。如果说在一段时间之内，它的一个趋势带由红色翻转成了绿色，并且出现了一个箭头，比如说这一个位置，它就由红色转变成了绿色，并且出现了一个绿色的箭头，这就说明它的趋势已经开始反转了。但是呢，这里反转了之后，我们要不要继续做多呢？我们其实可以再稳住，不要去急着追第一根 K 线，而是涨上去之后，我们等价格回踩这个绿色的一个趋势带，出现了更高的一个低点，或者是像这种明显的信号 K 线，像这种双 K 线的一个反转，那这个才是我们低风险的一个入场点。止损呢，我们一般就放在前面的一个低点的一个下方就可以了，来一个 1.5 倍到2倍的一个盈亏比，那这就是一个做多的一个初步逻辑。做空呢就完全反转过来，我们得首先找到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的绿色的一个趋势带。同样的，我们比如说看这一块，它这里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带，突然 K 线上涨，然后 K 线的上方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一个圆点，这就代表空头被强制平仓。那这个时候并不是我们要进场做空的一个理由，我们一定要等它由绿色的区域翻转成红色的区域，趋势发生了反转，并出现了这种红色的箭头，我们才可以作为入场的条件之一。同时，这种第一次我们是不进场的，我们一定要等它价格回踩这个红色的这个趋势带，出现了更低的一个高点和看跌的一个信号 K 时，那这个时候才是我们进场做空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当然，这个指标它也不是一个非常神的一个指标，也不是说出现了反转我们一定就要进场做多或者是做空，它更多的作用是在于减少一些假的一个反转。它帮我们确认了哪里发生了真正的一个多空决战，在哪里发生了一个集中性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爆仓这样子一个行为。但我们入场做单的理由仍然还是要遵从高周期的一些支撑阻力，或者是一些重大的一个消息整体的一个市场环境。最后记住一句话，爆仓不是机会，爆仓加上趋势的反转才是真正的一个机会。本期视频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了这个指标的一个用法，但具体的一个法还得去配合你自己的一个看法，这样子才行。如果说你觉得这套思路对你有所启发，一定要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一个频道。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视频继续拆解一些真正能用的一些交易指标工具。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